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婚介所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故事精彩的话，也可以打赏请丽姐喝茶。今天要说的这个故事呢，真的是令我感慨万千。哎呦喂，说起来我都替当事人心疼。故事的主人公阿明是广州本地人，在一家外贸公司做业务员，月收入2万出头，家里有一套房子，父母都是退休干部，条件还不错哦。这个阿明啊，长得斯斯文文的，戴着金丝眼镜，1.78米的个头，身材也还可以，平时偶尔健身。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，感觉这孩子挺靠谱的，谈吐也很得体。他说自己都28岁了，想找个知心人安定下来。哎呦，这不就是标准的别人家的好男人吗？但是呢，他提出的择偶条件让我有点为难。他说年龄要求在25岁到35岁之间，最好是做行政或者文职工作的，性格温柔，长相清秀就行。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年龄跨度有点大啊。不过既然是客户的要求，我们当然要尽力配合。正好啊，我们这边有个女生叫美玲，35岁，在一家上市公司做人事主管。虽然年纪是大了点，但是保养得特别好，看起来也就27、8的样子。而且人家是那种气质特别好的女生，穿着打扮都很得体，谈吐优雅，一看就是事业有成的职场女性。我把美玲的资料给阿明看了之后，她居然一口就答应要见面。我还特意问他，你不介意人家年纪大你7岁吗？阿明笑着说，丽姐，现在都讲究眼缘，只要合得来，年龄不是问题。再说了，我觉得成熟一点的女生更有魅力。哎呀妈呀，这话说的，连我这个老红娘都被她的情商打动了。于是我赶紧安排他们见面，地点选在了广州塔附近的一家精致咖啡厅。第一次见面的那天，美玲穿了一条浅蓝色的连衣裙，化了淡妆，看起来特别温柔。阿明也是一身正装，还买了一束香槟玫瑰。两个人一见面，那个眼神交流，我这个老江湖一看就知道这事儿有戏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第一次见面聊得特别投缘。美玲说阿明给她的感觉特别踏实，而且很会照顾人。阿明也说美玲完全颠覆了他对大龄剩女的印象，不仅气质好，谈吐也很优雅。接下来的日子，他们见面的频率越来越高。阿明经常下班后开车接美玲去吃饭，周末带她去看展览、听音乐会。美玲也经常给阿明带些小零食，有时候加班晚了还会给他送夜宵。才相处了1个月，阿明就跟美玲说，要不我们去见见父母吧。美玲当时都被吓到了，觉得是不是太快了。但是架不住阿明的热情，再加上确实觉得这个男生各方面都很合适，所以就同意了。没想到双方父母见面也特别顺利。阿明的父母虽然一开始对美玲的年龄有点顾虑，但见到本人之后，完全被她的气质和谈吐折服了。美玲的父母也觉得阿明这孩子稳重可靠，特别是看到他对美玲体贴入微的样子，更是连连点头。见完父母后，美玲说，既然大家都觉得合适，那我们去做个婚前体检吧。如果检查结果也没问题，咱们就定个日子领证。阿明听了这话，表面上很爽快地答应了，但我总觉得他的眼神有点闪躲。当美玲提出要去做婚检的时候，我这个过来人的第六感就觉得有点不对劲。你们知道为啥吗？因为阿明那个表情虽然转瞬即逝，但还是被我捕捉到了，就是那种做贼心虚的感觉。第二天一大早，美玲就给我打电话说，丽姐，你觉得阿明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啊？我说，哎呀，你也看出来了，昨天他那个表情确实有点奇怪。美玲叹了口气说，是啊，我昨晚回家后仔细想了想，总觉得哪里怪怪的。我们认识这段时间，每次聊到他以前的感情经历，他都是轻描淡写的带过，说什么忙于工作，没时间谈恋爱。我心想，这个观察很细致啊。作为一个专业的红娘，我觉得有必要提醒他，美玲啊，既然你有这个疑虑，那就更要去做婚检了。婚姻大事，马虎不得。美玲完全同意我的建议，两个人约好了周末去医院做婚检。那天早上，阿明看起来特别紧张。据美玲说，他开车的时候手都是抖的，连闯了一个红灯。到了医院，阿明全程都心不在焉的，填表的时候还写错了好几个字。美玲问他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？阿明赶紧摇头，没有，可能是昨晚没睡好。
等轮到他们做检查的时候，阿明去男科检查室待了特别久。美玲在外面等的都着急了，问护士怎么回事，护士说在等化验结果。这一等就是2个小时，终于医生把阿明叫进诊室谈话。美玲想一起进去，但是阿明坚持自己进去。又过了半个小时，阿明从诊室里出来的时候脸色煞白，额头上全是汗。美玲吓坏了，阿明到底怎么了？检查结果有问题吗？阿明支支吾吾地说，那个，我们先回去吧。有些事情我要跟你解释。美玲哪能答应，直接去找了主治医生。医生看了看美玲，又看了看阿明，说，这位小姐，按照规定，患者的检查结果只能告诉本人。除非美玲立刻打断医生，我是她未婚妻，这是关系到我们2个人未来的大事，我有权知道。阿明这时候终于崩溃了，跌坐在走廊的椅子上，眼泪都下来了。美玲，对不起，我得了性病。什么？美玲觉得天都塌了，整个人往后退了好几步，差点摔倒。还好我及时赶到医院，扶住了她。是的，我也在医院。因为早上美玲给我发了消息，说阿明状态不对，让我务必过来。我这个红娘当然要负责到底，这种关键时刻更要在场。美玲强忍着眼泪问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自己的情况，为什么要瞒着我？阿明低着头说，我以为已经好了。这种事情怎么可能说好就好？你到底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？美玲的声音开始发抖。我赶紧把他们带到医院的休息区，这种事情不能在走廊里说。谁知道接下来阿明交代的事情，简直让我们大跌眼镜。在医院休息区，阿明终于说出了真相。原来他在遇到美玲之前，交往过好几任女友，而且都不是什么正经交往。我之前在夜场上班的时候，阿明说到这里，眼神开始躲闪。认识？我和美玲同时惊呼出声，这反转来得太突然了。平时看起来斯斯文文的阿明，居然还有这样的经历。美玲强忍着怒气问，你在夜场上班，你不是说你一直在外贸公司工作吗？阿明擦了擦额头的汗，那是后来的事。我大学毕业后，先是在夜总会做营销，那时候就学坏了，认识了很多模特，经常一起嗨，还交往了2个女朋友，都是在夜场工作的。后来什么？美玲的声音已经带着哭腔了。后来有一次去按摩，遇到一个姑娘，处了3个月。分手的时候我才知道她是有夫之妇。阿明说着说着，声音越来越小。我的天哪，这信息量太大了。我看美玲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赶紧递上纸巾。那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那个病的？美玲咬着嘴唇问道。阿明低着头说，去年年底就发现了，去医院看过，医生开了药。我以为吃了药就没事了，这半年也没有什么症状。你以为？美玲突然站起来，声音提高了8度。你知不知道这种病如果不彻底治愈，会影响后代，会影响我的终身幸福？你居然还敢来相亲！阿明想去拉美玲的手，被她一把甩开，别碰我！我真是瞎了眼了，居然会相信你这个人渣！在夜场混，找小姐，骗已婚妇女，这就是你所谓的忙于工作，没时间谈恋爱。这时候几个路过的病人都往这边看，我赶紧小声说，美玲，咱们声音小点。美玲已经控制不住情绪了。丽姐，我今年都35岁了，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觉得靠谱的，结果说着说着就哭出来了。阿明也跟着哭了，对不起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是真心喜欢你的，我以前那些都是玩玩而已，遇到你之后我是真的想好好过日子，玩玩而已。美玲冷笑一声，你以为你那些玩玩就没有后果吗？你自己染上了病，还想拖我下水，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？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会毁了我下半辈子？我从业这么多年，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，虽然也见过很多奇葩的相亲案例，但像阿明这样表面光鲜，背地里却有这么多不堪往事的，真是闻所未闻。更令人心痛的是美玲，这个优秀的女性明明可以找到更好的归宿，却差点被阿明给毁了。美玲擦干眼泪，突然变得异常冷静。阿明，你现在就把手机给我。阿明一愣，你要干什么？把手机给我。美玲加重了语气，
既然你说以前那些都是玩玩，那我要看看到底是怎么个玩法。我在旁边看得直啧舌，没想到温柔的美玲也有这么强势的一面。阿明迟疑了一下，最后还是乖乖地掏出了手机，解了锁递过去。美玲快速地翻看着阿明的微信记录照片库，突然她的手停住了，整个人像被雷劈了一样愣在那里。这些照片是什么时候的？美玲的声音在发抖。我凑过去一看，哎呀妈呀，手机里居然还存着她和那些夜场女子的亲密照片，而且最新的照片竟然是1个月前的。也就是说，她在和美玲相处的期间还在过着她的夜生活。你不是说你遇到我之后就改过自新了吗？这些照片怎么解释？美玲的声音已经带着绝望。阿明抱着头蹲在地上，对不起，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，控制不住。美玲冷笑着，你是觉得我年纪大，所以找我是为了结婚，找他们是为了玩是吗？这时阿明的手机突然响了，屏幕上显示的备注名是小甜甜。美玲二话不说就接了起来，免提放着，亲爱的，今晚来不来玩啊？人家好想你哦。电话那头传来了娇滴滴的声音，现场一片死寂。我扶额叹气，这下真的是要完了。阿明慌忙去抢手机，美玲直接把手机摔在了地上，砰的一声，屏幕碎得像蜘蛛网一样。美玲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什么？解释你是个人面兽心的渣男吗？解释你是个满嘴谎言的骗子吗？美玲的声音里带着刺骨的冷意，你知道吗？我原本还在想，如果你真的知错能改，或许可以考虑原谅你。但是现在，呵呵。这时候医生走过来，递给美玲一份检查报告。这位小姐，这是你的婚检报告，一切正常。美玲接过报告，看都没看就撕得粉碎。不需要了，不会再有这场婚姻了。我赶紧拉住想要离开的美玲，先别走，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。美玲停下脚步，深吸一口气。丽姐说的对，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。阿明，我现在就去报警，你涉嫌故意传播性病。阿明一听要报警，顿时吓得面如土色。别，美玲，我求你了。我爸妈都是退休干部，要是让他们知道这事，他们会被我气死的。